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2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63.80，收盘价是268.46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77.45，最低价是在259.25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46 亿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。KD 值，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减弱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的反弹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开盘之后股价回踩了下方的缺口之后，便开始一路上行。那在午盘的时候呢，股价是到达了278附近，遇到了压力，然后开始下行。那最后呢，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部，留下了长长的上影线。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在反弹上涨到278，实际上就是3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么在这个位置是遇到了压力，然后出现了下行。那虽然说收盘价是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成交量增，那有这样的一根长长的上影线，说明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，上方是有卖压的出现。那么次日如果继续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那么股价才能够保持目前的这样一个继续上涨。那如果股价在日后继续上行，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78，那么股价呢将会有一波大幅的上涨。那进一步上涨的目标就是292，因为生成这样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这样一根 K 线呢，并且带有大的成交量，这是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。所以说，只有日后股价能够站上它的最高，那么股价才能够有继续上行的可能。同时呢，如果能够站上它的最高，我们也会看到在近几个交易日一直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。所以股价如果能够向上突破278，甚至是突破292，那么股价将会迎来一波大幅的上涨。好，那么既然出现了直涨的信号 K 线呢，我们说股价也是有回档的可能，也就是在近几个交易日，股价如果不能够站上278，那么股价将会出现回档。那回档，如果股价出现回档，一旦跌破了3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43，那么股价呢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。那一旦出现这样的走势，292还有一个是278将会被确认为头部。那么股价一旦跌破243呢，我们认为会有进一步的下行，甚至是跌破217。所以我们从刚刚的这些信息的解读可以看出，目前股价的走势的重要标志，一个是在278站上它会迎来一波大幅的上涨，另外一个呢是在243跌破这个位置呢，那么股价将会
出现大幅的下行，因为我们再来看目前的这个K 线，上方是有头高，下方有底高，甚至是这个底，那么这是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然后呢，股价目前所在的位置呢，是一个关键的位置。如果不能够突破278而跌破了243，我们会看到上方是有头低的，然后下方再有底低，那么这样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又会被建立。所以说，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，目前两个最重要的标志位就是278和243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65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255附近。实际在4月1日收盘价是在268.46这个位置，那股价是出现了反弹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，不仅在点位上相差较大，性质也不同，同时当日的走势也不同。所谓性质不同呢，就是实际的收盘价是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而我们预测的收盘价呢，是在265，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但是呢，我们预测的方向是对的，也就是说，股价在前一个交易日出现止跌的信号 K 线之后，然后呢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是站上了这根 K 线，也就是出现了反弹，同时呢，也确认了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但是呢，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这又是一根止涨的信号 K 线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多空双方，在这个区域是有比较大的激烈的一个碰撞的。好，所谓在这个，我们补充说明所谓在这个地方有激烈的碰撞，实际上上方就是要守空，对于空头来说就是要守住292这个位置。对，那对于多头来说呢，就是要守住217和222这个位置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之前预测的一个复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。对于4月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依然把它设在292这个位置，还有304。那么这两个位置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好，那么在到达这两个目标之前呢，一个关键的位置，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，就是278这个位置，如果能够被站上，那么将会，我们会看到，会确认或者说叫瓦解这个止涨信号 K 线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会看到近几个交易日成交量是增量，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叫换手成功，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上行。那我们认为是很容易站上292这个位置的，而这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站上呢，如果能够被站上，那么将会继续出现头高，那也就会继续延续着这样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那么304呢，或者说是300关口呢，也是很容易被突破的。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被突破，我们从长期来看，那我们会看到这是股价这样一个长期空头趋势，这是最后一个最近的一个头。那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，将会瓦解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以来建立的空头趋势，那么股价呢还会有继续上行的一个走势。当然，那接下来的第二个目标就是367，然后第三个目标是420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
股价下行的目标，我们依然把它定在217这个位置。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目前一个关键的支撑位或者标志位就是243。当然啊，各条均线值也是支撑，但是243是一个重要的标志。我们把图缩小之后会看到，上方如果股价不能够继续上涨，在这个地方会有头低，那么下方一旦出现底低，那这样一个空头趋势将会被确认，那么这两个头部也将会被确认。所以说目前来说，股价下行要想到达212、243是关键标志位。好，当然在这个之后呢，222也是一个支撑位。对，那么如果212这个位置，217这个位置如果能够被跌破呢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延续这样一个长期的空头趋势。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182，然后第三个目标仍然是138。138我们会看到这是特斯拉股价齐涨的这样的一个K 线。好，当然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图形上看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是自己做了一条趋势线齐涨的这根 K 线呢是从2024年4月22日开始计算的，那么下方有底高，那么目前股价实际上要想继续反弹上行，还要重新站上这条趋势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2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实体的中线，那么股价在它的上方运行，将会收在高位。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走势。那么到了4月2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止涨信号 K 线实体的下沿，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开盘价是在264附近。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我们指的是在盘中，如果能够在264上方运行，那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，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区域内出现横盘。但是如果股价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那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跌破20日均线值的。对，所以这是我们要关注264的理由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最后一次加仓是在3月24日收盘价280，是5%的加仓。然后呢，在之前我们一直没有给出加仓建议。到了4月1日收盘价是在268.46，那在这个位置，对于这个仓位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虽然股价收盘价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成交量增，这都符合加仓的条件，但是当日这根 K 线的线形是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一个倒垂线，这是止涨的信号 K 线，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好，那么这样一个仓位到了4月2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，我们仍然可以守234，也就是守这个位置。之前我们一直是给出的止损位是在这个位置，所以到4月2日依然是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当然目前这个仓位是获利的一个位置，是可以随时获利出场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再跟进，在这个地方如果是初次建仓5%建仓，那么我们给出的
一直给出的止损位是守这根 K 线的最低256，那么股价目前呢，还没有跌破这个位置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初次进场的5%的仓位是可以继续持有的。那么止损位呢，我们仍然可以守这个叫做256。好，当然也可以守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60附近。对，好，那么还有一个仓位我们要说，在前一期视频我们在这个地方，也就是3月31日收盘价这个地方啊，是在259这个位置。对，那么我们并没有给出加仓的建议，但是我们给出了，如果是之前没有仓位，那在这个地方可以是5%进场抢反弹，获利的目标我们其实给出的是在270到276之间。那么我们会看到，在4月1日股价是到达了这个位置，那么这个抢反弹的仓位应该是已经获利出场了。当然，如果想要承担更大的风险，想等待股价回档继续加仓做多，那么这个仓位可以继续守止损位，守243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之前几个仓位的描述。那么这些仓位的描述呢，我们在后续的视频，每一期视频我们都会跟进。我们一直会跟进到这个仓位被止损出场。但是呢，我们不会给出获利出场的位置，也就是只要股价高于成本价，是随时可以获利出场的。所以我们跟踪这些仓位呢，都是到止损出场，而不会给出获利出场。好，那这是多头，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78到292，那空头的目标当然就是243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是278，这是强压力。第二个压力位是292，第三个压力位是304。好，当然再向上是330，我们愿意再给出一个整数关口350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，它们的范围是从262到269之间，在这个区域，这是第一个支撑。第二个支撑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260，这也是一个重要标志，因为瓦解这个，也就跌破这个位置呢，将会确认止涨。好，那接下来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从252到254，它也是强支撑。第四个支撑是243，这是关键标志位，然后第五个支撑是222。好，那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强压力和强支撑不代表不能被突破，而是指的它们是重要的标志位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4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给出的这个预测是并列的，它取决于开盘和盘中的走势。那我们先来说股价的下行，因为现在出现了止涨这样的一个信号 K 线。如果是下行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甚至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68，下方最低会到达
下方最低会到达242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61附近。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位置，如果在盘中最高会到达262，因为它是跳空的低开盘嘛。然后呢，最低我们仍然给出是242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47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下行呢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或者说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呢，不高于268，或者说是不高于262。那么我们这个下行呢，是给出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，一个是在261附近，另外一个呢，是在247附近。那么我们会在视频下面的说明当中把这2个点位写清楚，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最低就是如果收盘价在261这个位置，那么最低将不会到达242，应该是在回踩20日均线值，那也就是说在254、255附近。好，那么我们会把这些信息呢在视频的下边说明当中写清楚。好，这是下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如果出现上行呢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67，在这个位置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83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81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上行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6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大幅的上涨。所以我们给出今天的这2个可能上行呢，就是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站上278，瓦解这个止涨的信号 K 线，然后呢开启上行的一个走势。当然这取决于开盘和盘中的走势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